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大家好，欢迎来到禅悟。人在老了病了之后，对他人的认知就会再上一个层次。这是因为病中的自己就是一个麻烦，这也是检验人际关系的一个利器。就好比我们平日里顺风顺水的时候，周围人都爱凑合过来，聊上几句，显得多么亲近似的。但是等我们低谷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跑得无影无踪，生怕我们连累他们。这二者是同一个道理。人在老了病了之后，往往会更看清三个事实：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只有3人，没有必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在没用的人身上。人品好、有感情的亲人。现实里，当一个人老了病了，卧病在床时，就可以从前来探病的人那里判断谁是人品好，并且跟自己有感情的。那些平日里亲近的人，不见得是真的亲近；那些我们对他很好的人，不见得是真有良心的人，不一定会回报我们。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认真领悟。比如说，有些亲人平日里总是凑到我们家里吃饭，不花钱。按道理说，我们生病了，他们总该来看一看，可是却杳无音信，假装不知道。这种人就是极为势利的人，只想着吃白食。这类人，我们就不该再来往。现实里，亲人之中，到底谁有良知、有感情，在平日里就有一些蛛丝马迹的。比如说，你对他好，他有没有回馈给你一些？还是只想着占你便宜？自己真心善待过的人，人到晚年，如果想要有人照顾，那么自己就要先种下善因。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善待过他人，那指望别人照顾，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比如说，有些人平日里对子女就不亲近，缺乏感情滋养；对爱人呢，非打即骂，各种讽刺。那这种人生了病，还指望有人照顾他，可能吗？自己都没善待过别人，别人可能善待他吗？有些人老了病了，才想起来积攒人缘，这是为时已晚，不现实了。在平时呢，就要为自己铺路，这是最基本的道理。自己都不付出，怎么可能收获？人在任何时候，最能够依靠的人，始终是自己。人在老了病了之后，如果自己经济实力雄厚，人脉广，那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多少烦恼。这完全是看自己的实力，很现实。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别人头上的人，难免会失望。比如说，有些人自己不知道存钱，光指望子女或者爱人养他们，但是到时候子女可能不孝顺，爱人也可能不搭理他，那么他靠谁？人到晚年，始终要记得一点，只有依靠自己才是最可靠的。足够的金钱，好的健康管理都很重要。除此之外，适当为自己铺路，种下善因也很重要。有些人一辈子吊儿郎当，对家人朋友都十分吝啬，那才是要尝到苦果的。在医院陪护父亲，发现一个现象，伺候住院老人的大多是女儿，女儿在父母有病时显得最重要。不是老人都信奉养儿防老吗？要知道，父母心中的儿，可是专指儿子的。当然，女儿心更细吧，所以还是女儿照顾得多一点。但也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一次，在一个病房，带上我父亲一起住3个老头，清一色陪护都是女儿，2天就都熟络了。不忙时我们闲聊起来，各自都有一本故事经。临床住的85岁张大爷，脑梗后遗症，幼肢不灵便，可头脑还清醒。他2个女儿在照顾他，老人行动不便，吃饭要喂，
上厕所要人搀扶。他女儿看着年龄也都50、60了，一人很吃力，姐妹俩一起互相搭把手，能轻松些。大女儿说她62岁了，有糖尿病，腰椎间盘膨出，但也不耽误在医院照顾老父亲。她一人顶不下来，叫了妹妹一起。大女儿说她父亲一辈子强势惯了，性格倔强，照顾起来很不轻松，要求多，条件高，一会儿这不行，一会儿那不行，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很折腾人。她女儿说在医院一天下来累得腰疼腿胀，白天她和妹妹一起，晚上她2个轮着，在医院根本就睡不好觉，自己的身体就快扛不住了。她想让弟弟来照顾老父亲几天，替换，让他休息休息。她对老父亲说：“我腰疼，让你儿子来几天，伺候你几天吧。”可是老父亲说：“你弟弟生意忙得很，哪有空闲？”他说：“那弟弟做生意，没时间来照顾你，他挣得有钱，让他出点钱，咱雇一个护工照顾你好不好？”老父亲说：“你弟弟挣个钱多不容易，再让他出钱请护工，你和你妹妹2个人闲着干啥？”老父亲有退休金，他说：“要不将你的退休金拿出来一部分，我再兑点钱，咱就请个护工吧。”老父亲说：“我的退休金还得留着以后给你弟弟，给我大孙子留着的，你就别打我的钱的主意，我的房子也是将来留给你弟弟。你弟弟不容易，他有2个儿子，他负担太重了，我得帮他。你们都有钱，家里条件都好，不要惦记我的财产，那将来都是你弟弟的。”2个女儿顾念父亲有病，不再说啥，只管照顾，但心里也是很不平衡。张大爷在这住院都1星期了，也没见他儿子来过，更别说交住院费。张大爷给他俩女儿说：“住院费你俩交，到时候报销完剩下的你俩出。”2个女儿看着父亲那么大年纪了，也不敢惹他生气，就按父亲说的做，但心里不舒服。老人指望儿子养老，这都住院了，儿子在那儿呢，端茶喂饭、擦屎接尿的是女儿，可老人心里挂念的是儿子孙子。另一个床是农村来的陈大爷，74岁，也是脑梗塞。他女儿在这伺候，女儿40多岁，家里还有孩子在上学，老公也在外边打工。他母亲身体也不好，他来医院伺候父亲，白天黑夜都是他一个人。他父亲症状比较重，半边身体没力气，基本卧床，倒是安静，不吵闹。他们来医院1星期多了，都是他自己在照顾，没见有人来替换他。他说有一个哥和姐，哥打工不在家，姐嫁得远回不来。有时候他出去买东西就托我们替他看着，他抓紧办完事，慌慌张张回来。星期5下午他去接住校的孩子，也是托我们帮助看着一会儿，一般他父亲也没啥事，有时帮着喊一下医生护士。都是住院的，大家都很热心。他把孩子也接到了医院，儿子看着也很听话，也不吭气，趴在病床那玩。他给哥哥打电话，说让他哥周6周日来2天，他回去洗洗换换，给孩子洗洗衣服。他哥在电话里说：“我忙得很，回不去，加班累，不好请假，老板不让请假。你又不打工，又没事，你就在医院里伺候咱爹咋了？”他打过电话，坐在那一脸落寞，显得很不开心。他父亲含含糊糊说：“你哥忙成那了，就别打扰他了。”他说：“哥是忙着挣钱，可能想着回来给你交住院费呢。他也来不成，我星期天都不能回去给孩子收拾收拾。”他担心父亲的病，有话也不能说，只好说一半留一半。他父亲说：“我有病了，那不就只闺女伺候了吗？你见过谁是儿子在那伺候，都是闺女伺候。”
他逗父亲说：“那你把家里的钱了地了，房子了也给我点，都给了你儿子，有好处都给你儿子，有活干都摊给我。”父亲说：“我还指望儿子给我养老呢，不把钱给他，给谁？”他说：“养老，现在不就是养老吗？你有病了，住在医院，躺在病床不会动，他都不回来伺候你，你说啥时候养？你和妈都会护着他，啥都不指望他干，他自己挣钱自己花，啥时间给你俩买过东西给你俩花？”他说这些的时候是笑着说的，语气也缓缓的，他是怕父亲生气吧。我听了这些，好像都是一个版本，感觉在一些老人的心目中，儿子是用来撑门面的。说起儿子脸上放光，说起闺女，那都是人家的人，这种观念至少在上一代老人中根深蒂固。照顾伺候父母，那是分内之事，攀比不得，但思想上会有一个小疙瘩，感觉父母一开始就没有把一碗水端平，这也是造成子女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出钱出力的人心伤。有句老话说，30年前看父敬子，30年后看子敬父。当我们初为人父母时，都希望自己儿女成龙成凤，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平庸的生活一辈子。儿女读书时，我们希望孩子成绩优秀，考上名牌大学；儿女工作时，我们希望他们仕途发达，高薪优渥。年轻时希望孩子像雄鹰展翅，越飞越高，可是人到老年之后，却羡慕那些儿女围在身边的烟火气生活。尤其是人到老年生病后，更希望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亲人照顾自己，给自己养老送终。经常听很多人说老了不用孩子养老，自己有钱找个保姆，或者是去养老院生活，那是因为说这话的人还没有真正的老去，或者是身体健康，没有经历人生的低谷。77岁的张大爷每次听到有人说上面的话，都会摇头叹息，说当你老了生过一场大病，你就会知道身边的老伴和有出息的儿女大多靠不住。张大爷有一儿一女，年轻时候张大爷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母亲没工作，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养活家里兄妹5个。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张大爷27岁才结婚，在那时候是妥妥的大龄老青年。老伴来自农村，张大爷把老伴介绍进工厂里看澡堂，好多年后才有机会转成正式工。老伴能吃苦能干活，在澡堂时大包小包的把家里的要洗的衣服床单偷偷的趁着夜班时间在厂里洗干净，就为的是节省点家里的水费。虽然日子辛苦，但是在妻子的精心打理下，一家人也过得很温馨。最让张大爷两口子感到高兴的是，女儿和儿子2个孩子懂事孝顺。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张大爷的女儿从小帮着父母做家务，跟着老伴糊纸盒，给服装加工厂剪线头，但是女儿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很好，初中时还拿过5块钱的奖学金，那时候这也是一笔巨款。等到女儿初中毕业时，张大爷不让女儿继续念高中，让女儿去念了中专。女儿哭着要念高中，说自己一定能考上高中，考上大学。张大爷却硬起心肠拒绝了，他说家里条件不好，只能供一个孩子念大学，让女儿把名额让给弟弟。张大爷说女孩子念中专也很好，有生活补贴，还包分配，毕业后就有干部身份，万一高中毕业考不上大学，就是个工人了。女儿拧不过张大爷，去读了中专，中专毕业后进了一家工厂，但是女儿一直没有放弃大学梦，在参加工作后又参加了成人教育，最终拿到了本科学历，后来嫁给了同车间的小伙子。儿子也没辜负张大爷的期望，大学考进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本科毕业后又继续读了研究生。
儿子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娶了上海本地的姑娘。后来儿子和儿媳妇又出国深造，没有再回来。儿子成了张大爷老两口的骄傲，女儿单位因为效益不好，夫妻俩双双下岗了。但是女儿两口子却很能干，两口子开了个包子铺，生活上也能衣食无忧。张大爷每次和外人聊天，说的最多的就是儿子一家，亲戚朋友也很羡慕张大爷儿子有出息。张大爷很少提起女儿，他觉得和儿子的有出息比起来，女儿就是个下岗卖包子的，让他脸上无光。张大爷和老伴退休后，两口子的退休金加在一起也有7000块钱左右。女儿经常给他们买吃买喝，老两口的衣服鞋帽都是女儿给添置。但是张大爷和老伴的兴趣爱好却不一样，老伴愿意白天窝在家里看电视，晚上去跳广场舞。张大爷却喜欢旅游、爬山，愿意和一帮老头们打牌下棋，不愿意待在家里。老两口就这样各有各的爱好，一开始两人还互相迁就，结果硬凑到一起，两人都玩得不舒心，干脆个人玩个人的，两人只是1日3餐在一起吃，因为兴趣不同，慢慢的竟然话也越来越少了。张大爷68岁那年，张大爷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做了手术，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张大爷住院期间，女儿忙前忙后的照顾了3天。张大爷躺在床上，不好意思让女儿照顾自己大小便，就让老伴陪床照顾。张大爷长得又高又壮，老伴比他瘦小，给他翻身就累得气喘吁吁，又加上老伴原本心脏不好，血压高，连着照顾了4天后，老伴的血压就高达180，差点晕倒。女儿只好把老伴接回家休养。女儿给张大爷找了个男护工伺候他，每天女儿在包子铺不忙的时候，赶到医院来看看张大爷，给张大爷送水果、送饭，陪张大爷聊聊天。这期间，儿子除了偶尔打个电话问候下，一点也帮不上忙。原本张大爷想着儿子不能床前尽孝，能给自己的经济上的安慰也好。结果儿子竟然和竟然之字没提医疗费的事，因为时间差，电话也很少打。看着别人床前有儿女和老伴照顾，张大爷心里有点凄凄然。当病友们聊起儿女时候，张大爷说起自己儿子在国外的成就，病友们都说他养了个有出息的儿子，很羡慕他，甚至有的病友还向他取经如何培养孩子。可是张大爷却很羡慕病友们有儿女在身边嘘寒问暖，看着病友们和儿子孙子说着家常话，看到病友们和孙辈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张大爷羡慕极了。张大爷提出出院后去女儿家住一段时间，调养身体，女儿和女婿也很痛快地答应了。出院时直接把张大爷接回了自己家。只是女儿和女婿每天要忙活包子铺的生意，根本顾不上在家照顾张大爷。老伴自己一个人在家抱不动张大爷，张大爷每天只能大部分时间在床上躺着。女儿每天会提前给张大爷老两口做好午饭，晚上再急急忙忙赶回家给他们做晚饭。毕竟包子铺的生意也是卡着饭点上课的。女儿和女婿经常凌晨就要去包子铺干活，张大爷和老伴被吵醒后就难以入睡。住了1个月后，张大爷提出回自己家住。儿子知道张大爷住进女儿家后，就再也没有问过他的状况。有一次，张大爷终于忍不住抱怨儿子，儿子却说：“爸，你让我怎么办？我远隔万水千山，也不能回去伺候你。再说，儿女都有养老的责任，我姐照顾你不是一样吗？”张大爷张嘴想让儿子给自己点钱，可是却又咽了下去。他知道儿子在异国他乡不容易，就是开口要了钱来，除了惹儿子媳妇不高兴之外，
自己又能花多少钱呢？看着女儿和女婿每天早出晚归的忙碌，张大爷也说不出让女儿天天回家伺候自己的话，毕竟女儿一家也要生活。后来还是女儿给张大爷请了个保姆，照顾老两口的饮食起居。保姆也能和老伴一起把张大爷扶起来，坐轮椅出门溜溜弯。尤其是这3年的疫情，让张大爷觉得自己这个儿子是白养了，除了能隔着手机屏幕互相看一眼之外，其他的一点也帮不上忙。3年里都是女儿和女婿给他们买来米面粮油，买来药品，送他们就医看病。尤其是前段时间放开后，张大爷和老伴先后在家发烧，都是张大爷眼里那个没出息的女儿在家里照顾老两口，是女婿在外面给他们买了吃喝和药品送到门口。张大爷拉着女儿的手说：“闺女，以前是我不对，你别怪我。”女儿笑着说：“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别放在心上了，只管好好养病，到时候我还有个娘家回，还能叫一声爸妈。”我们一直觉得养儿能防老，尤其是到了晚年，更是需要儿女在身边养老。可是那些把儿女培养得很优秀的老人，却在晚年时后悔了，太优秀的儿女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优秀的儿女就像飞上蓝天的风筝，虽然父母能够看得见，但是那根细细的线却无法把儿女拽回身边。张大爷生病和经历了这3年疫情后，才知道能养自己老的是谁。老伴是自己最亲的人，也应该是晚年生病需要照顾时最值得依靠的枕边人。可是如果老伴的身体不好，老伴却成了最依靠不上的人。越是那些看似没出息，在父母身边生活的儿女，反倒成了父母晚年生活的靠山。他们可以在父母生病时尽孝床前，可以在父母需要照顾时承欢膝下。所以，为人父母一定要对儿女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父母伤了儿女的心，在父母最需要儿女的时候，会让自己伤心和难过。人老了，要想晚年生活过得好，必须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有健康的身体，自己身体健康，老伴也要身体健康，才能互相扶持着走好人生的后半程。二，自己手里有足够的储蓄。儿女生活的压力也很大，房贷、车贷、儿女的教育费、职场的竞争压力。这时候，老人手里的积蓄就会减轻儿女的经济压力，也会缓和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三，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自己生活。父母住到子女的家中，因为还有女婿和儿媳妇在，彼此的生活习惯。歌曲《父亲》里有这样几句歌词：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再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有多少人唱着这样的一首歌，泪流满面，感激父亲为自己做的一切。可是父亲真的老了，走不动了，要你照顾了，你照顾1、2天、1、2个月，还会觉得自己是应该的。但是你和父亲长期生活在一起，你会觉得很烦，你会觉得父亲也是不可理喻的。百善孝为先，可事实上，多少人把孝顺2字挂在嘴边，然后做着嫌弃父母的事情。有人说，人与人走得太近，就是一场灾难。父母和儿女住在一起，并不太现实，养儿养女能防老，不过是父母一厢情愿而已。当你老了，会不会和儿女一起住，依靠儿女养老？以下几位老人的回答很现实。一，张大爷，人老了，身边最亲的人是老伴，儿女都靠不住。张大爷今年72岁了，多年以前他中过1次风，幸好及时抢救，才保住了性命。回想起中风的那一天，张大爷心有余悸。他说，当时我就是在客厅里
看着电视，忽然头晕，然后就滚落在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张大爷中风后，老伴马上叫了救护车，忙上忙下的缴费，照顾张大爷。张大爷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儿子张大毛来过2次，每次就是半天时间。张大毛说：“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照顾父母，我问心有愧，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是啊，张大毛毫无办法，他要赚钱养家，每个月还要还房贷车贷。张大爷出院后，张大毛开车接他去自己的家里住。张大爷也同意了，毕竟住在一起，便于互相关照。但是住了1个星期，媳妇就开始骂骂咧咧了，嫌弃张大爷太脏了，不讲卫生。张大爷喝药的时候，媳妇也很恼火，觉得药味太重了，影响了孙子学习。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张大爷坚决不去儿子家住了。他说：“我和老伴在一起，慢慢过日子，要是谁先走一步，剩下的那个人也要选择独居，真的动不了了，就把房子卖了，花钱请保姆。”2. 李阿姨：“我是不会帮儿女带孩子，他们不愿意养老，我就住养老院。”李阿姨生了2个儿子，大儿子在东莞办厂，小儿子在南京开酒店。2个儿子都打电话给李阿姨，让她去带孩子。李阿姨帮大儿子带了半年孩子，结果小儿子很大意见，骂李阿姨太偏心。李阿姨帮小儿子带了1年孩子，没想到小儿子家里的生活费都是李阿姨自己掏腰包。媳妇还放狠话：“你的工资不花在孙子身上，以后就是祸害。”让2个儿子拼命争夺财产。李阿姨说：“我帮儿女带孩子的时候，他们表面上对我客客气气，但是我一旦不愿意带孩子了，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人心真的太狠了，他们一点感情都没有。以后要何去何从？”李阿姨也想好了，2口子现在有退休工资，每个月可以存2000块钱，还有现在住的房子也能够卖30多万，银行有10多万存款，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万一儿女不愿意养老，2口子就住养老院，宁愿把钱都给养老院。有的儿女特意打电话给父母，让他们过来一起住，可是父母来了，就是让他们带孩子，从来不会过问他们的生活和身体情况。父母和儿女住在一起，是一种不对等的利益交换关系，真的令人寒心。3. 刘大爷：“当儿女掏空了你的钱，你就会被嫌弃，太现实了。”刘大爷住在我们小区的车库里，他的老伴过世多年了，他一个人独居。老伴过世的时候，刘大爷去了女儿芳芳家里住。芳芳说：“我就是这么一个老爸，老爸也只是生了我一个女儿，我们就是一家人，不分里外。”事实上，刘大爷住在女儿家的时候，女婿开饭店、洗车场，都问刘大爷要钱。刘大爷把房子卖了，存款也全部给了女婿。女婿还把刘大爷老家的1块地也抵押出去，到银行贷款10多万。前年，女儿和女婿想要把洗车场扩大规模，又问刘大爷要钱。刘大爷说：“我把一切都给了你们，我还能怎样？”这下子，女儿和女婿就不高兴了，常常说嫌弃刘大爷的话，还故意冷落刘大爷。去年冬天，刘大爷在女儿家里烤火，女婿一进门就说：“一天到晚都开着火炉，你知道电费要多少吗？”刘大爷一气之下就搬走了，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小区，但是他的房子已经卖掉了，只能租车库住。过年的时候，刘大爷硬是没有让女儿来看望他。这辈子，刘大爷宁愿晚景凄凉，也不要和儿女一起住了。对于刘大爷的遭遇，小区里的人都很同情他，但是大家也只能平时帮他买菜，或者送一些青菜给他。至于他的家事，大家就爱莫能助了。
4. 吴奶奶和儿女住一起，就是当免费保姆，还被呼来喝去，真的没必要。吴奶奶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她年轻的时候在县里的机械厂上班，当过会计，还当过车间主任。现在她退休了，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她都很少去管，压根就没有想过去儿女家里住。吴奶奶说：“我把儿女养大了，老了，退休了，还去给他们当保姆，还要看他们的脸色，还要被他们指手画脚的，有必要吗？儿女是不是孝顺我，那是他们的良心，我管不着。儿孙自有儿孙福，作为父母，帮忙带孙子是情分，不帮忙带孙子是本分。如果儿女以此为借口，不管父母养老，那是儿女缺德。还有，父母要不要和儿女住在一起，是有附加条件的，起码女婿和媳妇要有孝心，儿女的家庭要很富裕，房子要很大。还有，父母要身体健康，自己有退休金，否则作为父母肯定要被儿女嫌弃。俗话说，距离产生美。作为父母，能够自理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和儿女住在一起。儿女能够逢年过节来看看，常常打个电话问一问就很行了。那些和儿女住在一起的父母，多半会后悔，被人嫌弃的感觉不好受。两代人的习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不一样，难以相容。自述人72岁的曹阿姨。我姓曹，今年72岁，老伴走了以后，我就去女儿家帮忙带娃。女婿当初说的特别好，他说我就一个女儿，以后他和女儿就给我养老送终。然而我在女儿家居住12年，帮他们带大了2个孩子，女婿和女儿就觉得我是累赘了，早就没了当初的热情和孝心，反而处处给我脸色。就连2个我一手带大的外孙也给我脸色，一是嫌弃我在他们家独自居住一间房，害得他们小哥俩睡上下铺；二是觉得我年岁大了，走路动静大，还起得早，吵到他们生活了。看清了养老的真相后，我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女儿家，回自己家里独居生活。虽然孤独寂寞些，但日子却过得舒心惬意，既不看女婿的脸，也不必被外孙嫌弃。人老了，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养老寄托在子女身上，需要学会对自己好点，积极走出去锻炼身体，多存些钱，培养几个兴趣爱好，一个人的晚年也很好。人老了，不能完全依靠儿女，需要自己的独立空间。我家老伴在50岁那年突发疾病走了，剩下我一个独居。女儿结婚有娃后，都是亲家母带着，我每月会主动给女儿一些资助。老伴走后，女婿过来接我去家里居住，顺便帮忙带娃。女婿说我只有一个孩子，将来他给我养老。当时就因为被女婿说的心动，觉得女儿嫁对了人。大外孙上学后，女儿又怀了2胎，觉得家里住房紧张，想着换套大一些的住房。女婿跟我商议，能不能资助他们一下。当时女儿女婿的意思是，反正我要跟随他们养老，让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他们直接一步到位，换个4居室的大房子。可我不想没有退路，就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而是把自己手里的存款给了他们一半。按说我资助他们30万不少了，可在女婿心中却认为我防着他。随着女儿家老2出生，女儿家的生活就紧张了不少。我每月不仅贴补我的退休工资，偶尔我还要动用我的积蓄。后来发展到大外孙的所有费用，女婿都会跟我说一句：“妈，老大的课外辅导班需要缴费了，明天您送他的时候别忘了。”好像我是他们家的提款机一样，似乎有花不完的钱。我跟女儿深谈了一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女儿。如果他们完全指望着我给孩子出各种费用，
还指望我出全家的生活费，那我就回家了，不在他家帮忙带娃，出力出钱。女儿跟女婿说了一次后，女婿的脸色是越来越不好了，甚至在女儿出差后，故意在我做好饭了。他带2个孩子出去吃大餐，惹得孩子们回来说，姥姥做的饭没有外面的好吃。女儿不在家，我又自己生闷气，一下子给气病了。住院的时候，女婿把自己的父母接过来，我出院后只在阳台临时搭了个床铺。女婿又开始说，如果我当初听他们的话，卖了老家的房子，资助他们直接换套4居室的房子，就不会出现我没地方住的事情。亲家夫妻也说，您就这么一个闺女，早早晚晚不都是孩子的，何不趁着孩子们需要，您就慷慨些都给了他们算了，省得自己老了家里没地方住，还得去养老院。我算是听明白了，我在女儿家居住12年，把2个外孙子都带大了，女婿把自己的父母接过来，还叫嚣着我当初没有做到位，所以没有我住的房间。人老了，若儿女需要就去帮几年的忙，不需要了，我们老人要有眼力，学会自得其乐，回自己家里生活，与儿女保持随缘，不必完全相信他们的承诺，养老始终还是要靠自己。2. 依靠自己养老最可靠，余生多锻炼，多攒钱，培养爱好。3年前，我从女儿家回来，我把自己的房子重新装修了一番，把厨房安装了简易空调，把卫生间安装了适合老年人的坐便和水池，卧室里安装了互联网急救呼叫，直接连到女儿的手机号。虽然这次装修花费了不少钱，但对于我来说，住在自己的家里，既舒服又舒心，还能跟女儿保持联系，养老靠自己才最可靠。每天有规律的活动，去跟广场跳跳舞，走走路，没事的时候，与几个要好的老姐妹相约在一起闲聊，锻炼一下，日子过得很愉悦。每月的退休工资我一个人根本花不完，我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时不时的给女儿一些资助。我觉得老人自己还是要多攒些钱，有了钱傍身，需要请人照顾自己，不必看儿女的脸色。平时不出门的时候，我喜好看看书，追追剧，在家练习书法。现在我还迷恋上了国画，每天都要跟着直播画上1-2个小时。我感觉人老了，主动离开儿女家，既是放过对儿女的捆绑，又是放过自己在儿女家的不舒心，回自己家里自由自在。在能够自理的时候，尽量要自己居住。养老的这几个扎心真相是：帮儿女时要付出，帮完就要及时走，否则越待长了，越跟儿女间产生厌烦。对子女的帮扶要有度，不要一味地顺从儿女的要求，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老窝，不要卑微地觉得自己跟随子女养老，就要听他们的安排。天下子女都一样，父母有钱一副样子，父母没钱没用时，又是一种厌烦的态度。人老了，要为自己多未雨绸缪，规划好晚年的生活，不要一昧地靠着儿女，你会失望，儿女们也会很累。等到父母与儿女相看两厌烦的时候，才是晚年悲剧。张阿姨40岁那年，丈夫去世了，15岁的女儿小亚面临中考的关键时期。或许是父亲的去世影响太大，小亚中考发挥失常，以1分之差没能进入心仪的优质高中。张阿姨给女儿办了戒毒，每年的戒毒费和人情费花了5万块钱，在小雅高中阶段的更是毫不吝啬花钱上补习班。张阿姨宁可自己不买衣服，吃得差一点，也要让小亚吃得好，穿得好。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女儿，主要女儿幸福，她就幸福。女儿也非常努力，高考时顺利地考上了一所有名的985院校，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发展，随后结婚成家。
张阿姨50岁退休那一年，小亚提出接张阿姨过去跟她一起生活。她说母亲为她吃了太多苦，她要孝顺母亲，为母亲养老。张阿姨很高兴，亲戚朋友人人都羡慕她有个孝顺的女儿，夸她把女儿培养得好。张阿姨去到女儿家后，发现女儿房子挺大，就是家里一团糟，衣服放得哪哪都是，洗过的衣服胡乱堆着，厨房的水盆里还有没洗的碗筷，卫生更是糟糕。张阿姨知道女儿从小就不擅长做家务，于是就包揽了女儿家的所有家务。在张阿姨的打理下，女儿家里窗明几净，井井有条，每天女儿和女婿都能吃上可口的饭菜。女儿每天都抱着张阿姨撒娇：“妈，还是有你在我身边最好了。”一开始，女儿每个月给张阿姨3000块钱做生活费，后来女儿公司关门了，女儿有半年期间没有工作，女儿就没给张阿姨钱。张阿姨心疼女儿女婿要还房贷，就把自己的退休工资4000多块钱用来做生活费。后来女儿找了份工作，因为单位离家远，女儿想买辆车，没想到女儿和女婿看好了30多万的车，张阿姨劝女儿买辆便宜点车代步就行，女儿却说太便宜了没面子，不如一步到位。张阿姨给了女儿20万，剩下的钱办了车贷，这下女儿和女婿既有房贷又有车贷，这下生活费更是全靠张阿姨负担。女儿怀孕后，张阿姨很高兴，天天变着花样照顾女儿。女儿平时喜欢麻辣咸这类重口味，怀孕后张阿姨就给她做略微清淡些的饭菜，要求女儿早睡早起，为此母女俩矛盾不断。外孙出生后，张阿姨更辛苦了，既要伺候女儿，又要照顾外孙。晚上外孙哭闹时，女婿说自己休息不好，影响第2天工作，把外孙直接放到了张阿姨房间。女儿产假期满后，张阿姨一个人买菜、做饭、收拾卫生、带外孙，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再加上晚上休息不好，经常觉得头晕眼花。张阿姨提出让女儿婆婆来带孩子，女儿说婆婆是农村的，很多生活习惯她看不惯，她愿意自己的妈妈在身边，自己过得自由和舒服。张阿姨也想让女儿找个保姆搭把手，可是看到女儿女婿早出晚归的忙，家里车贷、房贷、外孙的奶粉和将来的教育费用，张阿姨又不舍得那边保姆费。不但如此，张阿姨还把老家租房的费用也拿出来补贴女儿一家。在女儿家生活的这几年，张阿姨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工资也几乎以1分不剩地补贴了女儿。在外人眼里，女儿孝顺懂事，把母亲接过来一起生活，还给她买衣服、写在，也会在周末带她出去旅游。可是，只有张阿姨心里明白，在女儿看似孝顺的表象下，是女儿女婿的辛勤啃老，花母亲的钱，用着母亲免费的劳动力。网上看到一组数据，城市里的有30%左右的成年人，依靠父母帮他们负担一部分甚至全部的生活费。很多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儿女，看似在孝顺和赡养老人，其实却是在啃老。就像张阿姨这样，表面是陪伴式养老，实际却是父母在牺牲自己的晚年生活为儿女带孩子、照顾生活起居。这种辛勤啃老不仅仅是父母的悲哀，也是儿女的悲哀。尤其现在很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更是心甘情愿地为儿女付出全部的钱财和体力。其实，啃老的子女长不大，父母总会有先于子女老去的那一天，那时候没有自立的子女又该如何？父母爱子女，当为知己深远，适时放手，让儿女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才是父母对子女的最长远的爱。
为人子女的也应当明白，自己组建小家庭后就应该独立生活，遇到问题自己扛，而不是把父母拉进自己的生活，总是让父母为自己遮风挡雨。小时候，父母养大儿女，为儿女撑起一把雨伞。父母慢慢老去时，儿女就应该成为父母的依靠，为他们撑起一片无风无雨的艳阳天。人人都知道我养儿小，儿养我老的道理，但是在如今的社会，真要实现起来却没那么容易。因为当下步入晚年的老人，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他们要想依靠一个孩子撑起2个老人的晚年，属实是很有压力的。不过拥有儿子的老人倒还有一线希望，而只有女儿的老人就真的养老难了。毕竟在这个依旧是男性为家庭主要生产力的社会，老人想依靠女儿养老，就得去指望女婿，而女婿也有自己父母要养老，所以对于赡养女方家的父母，女婿也是压力山大，有心也无力的。然而，一位独生女家庭的68岁老人和大爷，他现在的晚年生活却是让人羡慕不已的。每个月才3000元退休金的他，如今却能住进女儿家养老，并且还备受女婿孝顺，活得很是幸福。人人都好奇何大爷是怎么做到的，而何大爷却自豪地说道：在女儿家养老时，我做到了这4点，女婿就把我当亲爹一样孝顺。以下是何大爷的一番自述。由于结婚晚，30岁才结婚的我，和妻子生下一个女儿后，就没法再要孩子了。当时我们都很担心香火传承和晚年养老的问题，因为自古以来，男丁才是家族传承的主心骨，也是老人养老的绝对依靠。而我们家只有一个女儿，未来迟早是要嫁人的，这可怎么办？不过看到身边很多同龄人或很多后辈纷纷都只生了一个女儿，我们就开始慢慢接受了这一现实。再加上随着养老机构遍地发展，还有看到很多前辈退休后的退休金都不差，我们也更加释然了，觉得未来不用依靠女儿，我们也能活得很好。2夫妻有房有退休金，身体还行时，可以在家里养老，身体不行了，也可以一起去养老院养老，根本不用担心养老难的问题。就这样，过于自信的心态让我和妻子度过了好多年。因为只有一个女儿，并且女儿家又比男儿要好养，不用过多操心孩子，也不用过于期望孩子能怎么出人头地，所以这也给我们省了不少心。尤其是女儿嫁人后，我们2夫妻活得很自由，自己挣的钱自己花，空闲了想去哪就去哪。我本以为可以顺着这趋势一直幸福到老，谁知老伴的去世却又让我陷入惆怅。61岁那年，我刚退休半年，老伴就突发疾病去世了。老伴走后，我除了伤心，心里还多了份惆怅。我不知道未来我一个人要怎么活。虽然说我每个月有3000来块的退休金，手里也早早存下了20来万存款，这足以支撑我基本的生活，但是孤独了没人陪伴，生病了无人伺候，有点事也没人帮忙，这样的晚年，我真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尤其是看到住在我隔壁的8旬空巢老夫妻，只有一个女儿，有啥事想要依靠女儿依靠不到，想找亲戚帮忙，亲戚也爱搭不理，最后活得孤苦无依的样子，让我很害怕自己老了也会像他们一样，活得凄凄惨惨，无人依靠。以前做好的养老计划，也在老伴去世后变得不再可行。请保姆我请不起，手里钱刚刚好可以去养老院，却受不了那种陌生和孤独。想过去女儿家寻找依靠，但发现女婿也是独生子，也有父母要赡养，并且亲家2夫妻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就没有去碰钉子。在这样惆怅和担忧中，我艰难地度过了好些年，
直到我65岁时，亲家公的去世和亲家母的瘫痪，给了我一个机会。经历了亲人的离世和疾病，女儿开始担心我的晚年，就要我过去她家养老。当时我高兴极了，也来得及没问女儿这是女婿的主意还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决定，就急忙收拾行李飞过去了。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去到才发现依靠女儿养老并没那么容易。住进女儿家的第一天，女婿正好不在家，女儿给我安排了一间带阳台的客卧，光线很好，而且还带有电视机，床也是精心为我购置的，软硬合适，还带电暖的，感觉女儿特别用心。那一晚高兴得很晚才睡觉，想了一晚上的美事，觉得自己有女儿女婿养老，再也不会像邻居夫妻那般凄惨了。但是来了第3天，女婿出差回来，看到我却没有个好脸色，即使我很客套地跟他打了招呼，他也只是假笑对我。我以为是女婿不欢迎我的到来，但女儿却跟我说，女婿这人就是这样的，不爱唠嗑，只会拼命工作，亲家公还在时，父子俩都是很少交流。我一开始对女儿的话信以为真，觉得女婿或许就是性格问题。后来住久了，却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女婿对我的冷漠其实就是嫌弃，因为他还在负担着瘫痪的亲家母，每个月都要掏5000元给养老院伺候亲家母，而我的到来无疑就给他增添了负担一样。女儿嘴上说我不要担心，但他们两夫妻私底下却还是会因为我的事情而拌嘴。我知道这种情况后，本想离开的，但发现我不住在一起，他们也一样要面临沉重的生活负担。亲家母每个月要5000元护理费，小外孙上学每个月又要1000多，两夫妻供房子又要4000多，生活费要3000左右。粗略一合计，女儿女每个月固定就要13000的开支，而他们两夫妻的工资加起来才16000，虽然还是有点钱存，但有个万一和危机也是很紧张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帮助他们，不说他们能不能给我养老，但只要他们过得好就行。我不顾女婿的臭脸，开始操心起女儿家里的大小事务，帮忙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接着我又帮忙辅导起外孙，每天督促外孙读书和上学，这大大解决了女儿家里的一些负担。然后我为了不加重女婿经济负担，也主动拿出工资卡，我说这是我的生活费，你们随便用。虽然他们一直不肯收，但还是被我硬生生塞了过去。除此之外，家里需要买啥家电家具，我都会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去买，孙子很多课外辅导费也都是我出的。住在一起，我也不会老麻烦女儿女婿，都是自己能解决就解决，生病了自己去医院，医疗费也是自己掏，还有遇到什么生活难题，也是靠自己去尝试解决。好几次出去玩，结果坐错公交，迷路了，我也没敢跟女儿女婿说，宁愿自己拉下脸去问人，也不会叫女儿女婿来找我，因为我知道，一旦他们知道了，就会影响他们工作，也更会让女婿觉得我是个累赘一样。每周我也会带着孙子去养老院看望亲家母，让女儿女婿不用一直操心着亲家母的事，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提升我和这个家的温度。亲家母为此十分支持我的到来，也很感激我为这个的付出。在女儿家，我除了出钱出力为这个家之外，我还尝试的去讨好女婿。我知道他喜欢打桌球，我也努力去学了一番，然后借着很烂的球技，老是约他去打球。因为打球，我和女婿有了更多话题，关系也变得更加亲近。久而久之，女婿看到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也解决他两夫妻很大的负担，就对我越来越好。以前刚来都是没啥称呼的，现在天天爸爸爸叫得很勤快，
也很甜蜜，对我的关心也多了，时不时就会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一咳嗽感冒就会担心得不得了。为了让我住得舒心，除了会拉着我去打球，还会带我去散步，去唱歌，有时候还会偷偷背着女儿带我去喝小酒。我们俩翁婿之间变得很亲近，有时候我感觉女婿就是我亲儿子，而女婿也把我当亲爹一样孝顺着。我现在在女儿过得如此幸福，很多人都羡慕不已，纷纷跟我讨要秘诀。其实，在女儿家养老这些年，能得到女婿认可和孝顺，过得这般幸福，我也没啥秘诀，就做到了这4点。1. 女儿嫁人后，没有过多难为女儿女婿要怎么赡养。很多只有一个女儿的父母，老了大多都会逼女儿要赡养自己，而我没有这么做。女儿嫁人时，我没有要很多彩礼，一丝一丝的要了点，而且日后也一点点贴补回去了。我和老伴老了，也没有要女儿女婿要怎么赡养我们，都是自己过着。即使老伴走后，我也没有直接去女儿家要求他们养老。2. 女儿女婿家有困难，我会出钱出力帮助他们。自己有能力，有点钱，看见女儿女婿有困难，就会去帮助下他们。这不是宠溺他们，而是觉得只有让他们少点压力，生活过得好了，才会对我多点关心。人老了，只有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才能让儿女对你更加亲近。3. 住在一起，也不会老麻烦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后，我也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去麻烦女儿女婿。年轻人工作忙，烦心事也多，老是动不动麻烦他们，再孝顺的人也会厌烦的。老人自己能解决的事，就不要麻烦儿女，这样以后有需要麻烦儿女时，才能不被嫌弃和拒绝。4. 搞好女婿一家的关系，融合这个大家庭。要想得到女儿女婿的真心养老，除了出钱出力帮他们，最主要还是要搞好人际关系。我先是和亲家关系亲近起来，这样老人不反对，女婿的态度一切都好说了。最后就是我投其所好，跟女婿经常打球，混在一起，有了更多相处和共同话题。